這是 M1 艾布拉姆斯，而這是一輛豹二。在過去的40年裡，它一直被奉為人類歷史上最不可戰勝的德國工業傑作。只要你看過德國國防軍那段爆火的宣傳片，你一定會被它的精密所震撼。一輛重達数十噸的鋼鐵巨獸在野外狂飆，而它那根120滑膛炮的炮管末端穩穩地放着一杯裝滿啤酒的傳統德國扎啤杯。無論車身怎麼劇烈顛簸，杯裡的啤酒硬是一滴都沒有灑出來。這個極具視覺衝擊力的畫面，在全世界軍迷潛意識裡深深植入了一個神話：德國裝甲完美無瑕。上世紀60年代，為了壓制蘇聯的鋼鐵洪流，美國和西德決定搭夥，搞一款能徹底顛覆規則的超級坦克 MBT-70。當時的美國人有着嚴重的技術火力不足恐懼症，他們拋出了很多異想天開的設計思路，結果就是合作變成了一場工程災難。眼看着這輛科幻戰車在無底洞一樣的研發經費和技術故障中越陷越深，忍無可忍的德國人最終在1969年選擇了離婚。他們拿回了自己實用可靠的柴油發動機，甩掉美國人那些華而不實的累赘，最終捣鼓出了称霸歐洲的豹二主戰坦克。而美國回去後也進行了改进升级，最終誕生了 M1。豹二和 M1 的關係很像家長離婚後各自帶走的娃。那麼豹二與 M1 這兩個兄弟誰更強？在豹二的老票倉歐洲，為什麼會被韓國偷了家呢？先問大家一個問題：為什麼豹二坦克能橫掃國際軍火市場，成為10幾個歐洲國家的絕对主力？因為它的複合裝甲堅不可摧，因為它的主炮穿山無敵，這些確實是其中的原因。但如果把視角拉高，我們會發現一個很難察覺的商業邏輯，那就是它吃到了冷戰結束後最大的跳楼甩賣。把時間拨回冷戰時期，當時的西德和荷蘭為了防備華约裝甲集群的衝锋，開足馬力，瘋狂生產了超過2500輛豹二坦克。但到了1991年，蘇聯轟然解體，歐洲平原上的最大威脅一夜之間灰飛煙滅。這下德國和荷蘭尷尬了，手裡囤積着成千上萬輛剛剛下線、幾乎沒怎麼磨損的頂級第3代主戰坦克，但削減了預算的國庫卻再也無法承擔這支龐大裝甲部隊的日常維護費。為了迅速甩掉這些財務包袱，聯國政府開始了清倉倒賣。當時這批80年代產的豹二 A4 以極其誇張的白菜價推向了全球市場，比如波蘭軍方僅需另付運輸和整修等附帶費用，就以幾乎白送的1歐元象徵性價格接受了整整128輛二手的豹二 A4 坦克。對於芬蘭、西班牙甚至是非歐洲的買家來說，買到就是賺爆了。既然能用買幾台高端農用拖拉機的錢買到當時最頂尖的现役主戰坦克，誰還會去當冤大頭，花幾千萬美元的全價去買美國剛下線的 M1 艾布拉姆斯？又有誰還會去費時費力的花巨資自主研發國產坦克？這種降維打擊讓豹二迅速佔領了歐洲各國的防線。隨着幾十個國家都在用同一款坦克，整個歐洲大陸不知不覺間建立起了一個龐大且通用的豹二零部件共享值和維護後勤網絡。這才是豹二稱霸的終極密碼。當它的配件在這個大陸的任何一個汽修廠都能找到替代品時，市場垄斷地位就再也無法被撼動了。還記得視頻前我們說的嗎？美德的婚姻始於 MBT-70， 他們離婚後各自生出了2款名譽全世界的頂級坦克。那麼誰才是陸戰之王？在現代主戰坦克的討論中，德國的豹二與美國的 M1 艾布拉姆斯始終是繞不開了2個核心型號。在許多網絡論壇的對比中，這2款坦克經常被直接拿來比拼裝甲厚度、火炮穿身或是實戰機會記錄。然而，如果要真正客觀地評價這2款坦克，我們需要回到他們被設計出來的最初起點。他們共同的技術基因可以追溯到 MBT-70 項目。儘管該項目最終因成本和技術分歧而下馬，但2國各自吸收了其中的部分技術儲備，甚至在火力配置上，兩者在較長一段時間內都採用了同源的蓝银金屬120滑膛炮。即便有着相似的起點和火力標準，由於2國面臨的戰略環境和假想敵完全不同，這2台坦克在動力系統和內部結構上走向了截然不同的發展路徑。這種分歧首先體現在動力系統上。德國在設計豹二時選擇了傳統且成熟的柴油發動機路線，為其配備了 MTU 公司的12缸涡輪增壓柴油發動機。這款發動機不僅能提供1500馬力的強勁動力，而且在燃油經濟性和日常可靠性上表現優異。更重要的是，德國工程師將其設計成了一個高度集成的模塊化動力包，在野戰維修環境下，熟練的后勤人員只需大約15分鐘，就能將整個發動機連同變速箱一起整體吊裝更換。
相比之下，美國為M1艾布拉姆斯選擇一條頗具前瞻性但也極具後勤挑戰的路線——燃氣輪機。M1搭載了一台原本都用於航空領域的燃氣輪機，這賦予了它極佳的瞬間加速能力，運轉時的噪音相對較小，且具備極強的多燃料適應性。無論是高標號的航空煤油，還是普通的劣質柴油，它都能直接使用。但是燃氣輪機在怠速和低速行駛時依然會消耗大量燃料，這使得 M1成為了名副其實的高耗能裝備。據相關測試統計， M1在勻速行駛時的燃料消耗量比同級別的豹2要高出近 90%。 這種動力系統的差異本質上是兩國宏觀後勤保障能力的直觀反映。美國軍方擁有全球首屈一指的戰略投送能力和極度龐大的後勤補給網絡，他們有足夠的空中加油機和地面油罐車車隊來維持這種高消耗的作戰平台。而德國以及其他引進豹2的歐洲用戶在設計之初更多是立足於中歐地緣環境下的區域防禦作戰，他们假定的後勤條件更為受限，因此必須優先考慮車輛的燃油經濟性和易維護性。這也是為什麼在面對長期的消耗戰或是補給線脆弱的環境時，前線部隊往往更傾向於接收對後勤壓力相對較小的柴油動力坦克，而不是燃氣輪機坦克。除了動力系統外，兩款坦克在內部彈藥布局和成員理念上的差異則更加深刻地反映了他們不同的戰術遐想，這也是軍迷朋友們討論最為激烈的核心話題之一。M1艾布拉姆斯在設計時將成員的戰損生存率放在了極高的優先級，它的主炮彈藥絕大部分被集中儲存在炮塔尾部的獨立彈藥倉中，並且在彈藥倉與成員倉之間設置了厚重的裝甲防爆門。最核心的設計在於炮塔頂部的泄壓板，一旦彈藥倉被敵方火力擊穿並引發殉爆，巨大的爆炸能量和高溫火焰會衝開頂部的泄壓板，向車體上方和外部洩放，從而最大程度地保護艙內成員的安全。而豹2的彈藥布局則走了一條完全不同的道路。豹2的炮塔尾艙中通常只存放15發備用彈藥，而整車多達27發的大部分炮彈被統一放置在車體前部，緊挨着駕駛員左側的位置。從現代裝甲戰的角度來看，將大量易爆彈藥存放在車體內部，一旦車體側面或下部被反坦克武器擊穿，即引發災難性的殉爆。這種看似存在巨大風險的設計，並非德國工程師的疏忽，而是冷戰時期中歐平原防禦戰的特定假想。在當時的戰術推演中，德國裝甲部隊的主要任務是在預設陣地上抵禦華約裝甲集群的衝擊。最標準的防禦戰術動作是車體掩蔽，即利用地形的起伏或人工掩體，將坦克的車底部分隱藏在地平線以下，只露出正面裝甲最厚實、最難被擊穿的炮塔進行迎敵射擊。在這一戰術假定下，車體被敵方直射火力擊中的概率極低。同時，將沉重的炮彈集中放置在車體底部，不僅方便裝填手取彈，還能有效降低整車的物理重心，提高坦克在越野時的駕駛穩定性。隨着戰爭形態的演變，這種特定防禦場景的設計開始面臨嚴峻的挑戰。在近年來發生在中東或東歐的局部衝突中，坦克經常需要進入建築密集的城市環境，或者面對無處不在的自殺式無人機、路邊炸彈以及從側翼襲來的便攜式反坦克導彈。在這種全方位不對稱的立體打擊下，坦克很難再保持理想的車體遮蔽狀態。當薄弱的側裙板或底盤暴露在火力之下時，豹2車體內部的龐大彈藥庫變成了一個難以回避的防護弱點。當然，這並不意味着 M1艾布拉姆斯的防護設計就是絕對無懈可擊的。相關記錄同樣證明，如果 M1的防爆門在裝填手取彈的瞬間處於敞開狀態，此時坦克恰好遭到穿透，或者防爆門本身被破甲彈的高溫金屬射流破壞，導致無法完全閉合，殉爆的火焰依然會進入成員艙，造成嚴重的結構性破壞和人員傷亡。客觀來看，無論是豹2還是 M1艾布拉姆斯，他們都是上世紀頂尖軍工技術的結晶，也都在隨後的幾十年裡經歷了無數次的現代化升級與實戰檢驗。他們在動力系統和防護設計上的種種差異，沒有絕對意義上的優劣之分，只有在特定戰略需求下的取捨與妥協。M1追求的是在絕對強大的後勤保障體系支撐下，實現高性能輸出與成員的高生存率，而豹2則尋求在火力、機動性、燃油經濟性與後勤獨立性之間達到最優的系統性平衡。研究這兩款坦克的底層設計邏輯之後，我們不難發現，脫離了具體的戰場環境和國家的後勤體系去談誰強誰弱，其實意義並不大。那麼，對於現在的中東和烏克蘭，你更傾向於認可哪一種坦克的設計哲學呢？既然豹2被稱為西方裝甲的標杆，那它身上的德國複合裝甲理應是刀槍不入的。當時各國都理所當然地認為，只要把這種千萬級別的現代主戰坦克開上戰場，就能像推土機一樣無視對手的火力，直接平推防線。阿富汗戰爭中，加拿大和丹麥的豹2都被地雷炸過，但車組傷亡率為0，無人受傷。
但現實往往比小說更像小說。豹二的一世英名終於在敘利亞毀在了土耳其手裡。有一條在軍事學院裡被反復強調的教條：如果指揮官的戰術是愚蠢的，那麼再厚的裝甲也不過是一堆廢鐵。對於豹二來說，他的憋屈來源於一個名叫阿爾巴布的乾旱小城。2016年底，土耳其軍隊發動了代號為幼發拉底河盾牌的軍事行動。他们派出了手裡最精銳的豹二 A4 坦克，試圖從極端武裝手中夺取阿尔巴布。當時所有人都以為這將是一場毫無懸念的單方面屠殺，但結果卻讓整個北約乃至作為制造國的德國感到極度難堪。在激烈的城市攻堅戰中，土耳其軍隊被證實至少損失了10輛豹二 A4 坦克，有多輛坦克甚至被徹底炸毀，重達10幾噸的炮塔被直接掀飛到了幾十米開外。這種災難性的潰敗讓外界對豹二的實力產生了質疑。但隨着戰報的更新，大家才明白，人不行，別怪路不平。在2016年土耳其國內發生未遂政變後，其軍方內部經歷了一場大清洗，大批曾經在德國和北約軍事學院接受過嚴格步坦協同訓練、經驗豐富的高級裝甲軍官被解職。直接的後果就是開着這些豹二坦克進入敘利亞的是一群嚴重缺乏經驗的新手。更致命的是指揮上的失誤。豹二 A4 在最初的設計理念中是專门為了在中歐平原的森林地帶與蘇聯裝甲集群進行正面對決而量身定制的。它的絕大部分裝甲重量都集中在車體和炮塔的正前方，但在阿爾巴布的城市廢墟中，土耳其指揮官居然把這些機動性極強的坦克直接停在十字路口和狹窄的街道上，當成不會移動的固定地堡來使用，而且周圍完全沒有安排步兵進行掩護。極端武裝分子根本不去碰豹二堅固的正臉，他們敏銳地抓住了豹二 A4 採用老式垂直箱型炮塔的弱點，利用建築物的掩護，繞到坦克的側面和後方這些裝甲相對薄弱的區域，使用反坦克導彈發起攻擊。甚至有武裝分子在坦克必經的道路上埋設了裝滿海量炸藥的簡易爆炸裝置，直接從最脆弱的車底將坦克撕裂。阿爾巴布的慘案證明了一個道理：沒有任何一款武器可以脫離其設計時的假想和戰場上的指揮去打贏一切。所以，如果想要了解更真實的豹二，當我們需要把視線從敘利亞的沙漠轉移到如今烏克蘭的泥濘平原上，豹二系列展現出了截然不同的戰場適應力，甚至可以說，它的表現顯得俄羅斯是那麼的不抗揍。在烏克蘭這種漫天都是無人機、戰場單向透明的極端環境下，西方媒體和俄羅斯方面都曾大量報道過豹二坦克的戰損。但如果我們仔細審視實戰數據，會發現一個關鍵信息：與那些一旦被擊穿就極易發生彈藥殉爆，導致成員瞬間陣亡的老式蘇系坦克不同，駕駛豹二坦克的烏克蘭成員在坦克遭到直接命中，甚至車輛報廢後，通常都能奇蹟般的生還。有2份極其特殊的戰報，完美詮釋了這台機器的上下限。據前線記錄，一輛烏克蘭的豹二 A6 坦克曾經在令人嘖舌的 5.5 公里之外，成功擊毀了一輛俄軍的 T72B3 坦克。在傳統的坦克交戰規則中， 2.5 公里基本上就是主炮射擊的極限距離了。能在 5.5 公里外完成一擊必殺，這已經超出了傳統火炮的範疇。而第2份戰報更加驚人，甚至火力軍當時掃了一眼，以為是假新聞。根據烏克蘭防務媒體的披露，在2月份的一場激戰，一輛烏克蘭的豹一 A5， 也就是豹二的前身，裝甲更薄，在前線陷入困境，被迫留在原地。在接下來漫長的一天裡，俄羅斯軍隊為了徹底摧毀這輛坦克，先後派出整整52架 FPV 自殺式無人機和閃電無人機對其進行狂轟濫炸。按照常理，一輛老式坦克承受如此密集的打擊，早就應該化為灰燼了。但这輛坦克的成員表現出了極高的戰術紀律，他們迅速撤離到附近的掩體中躲避，利用無人機電池續航能力差的弱點，硬是耗過了這輪漫長而瘋狂的圍攻。最終，在夜色的掩護下，他們不僅全部存活，甚至還成功返回，把這輛被炸得千瘡百孔卻依然能夠運轉的坦克開回了基地。當然，為了在這種防不勝防的無人機戰爭中活下來，前線部隊也不得不對這些造價高昂的精密機器進行了一系列略顯粗糙，甚至有些魔幻的本土化改裝。為了防禦從天而降的攻頂彈藥，烏克蘭軍隊開始在豹二坦克的炮塔頂部焊接上簡易的鋼制網絡，也就是俗稱的防爆籠，試圖讓裝有炸藥的無人機在進入到主裝甲之前提前引爆。更有意思的是，在防務理念碰撞中，烏克蘭人甚至把蘇聯時代設計的接觸1爆炸反應裝甲密密麻麻地貼滿了豹二 A4 的車身。北約最尖端的被動裝甲工程，為了適應殘酷的生存考驗，被迫與簡單粗暴的蘇聯防禦戰術強行融合在一起。這些在戰場上四處游走的充滿廢土朋克風格的縫合怪，向世界展示了戰爭最真實的一面。在這裡，沒有一塵不染的展廳展品，只有為了活到明天而不斷進化的機器。然而，就在豹二如日中天的時候，一位亞洲新秀居然打破了豹二在歐洲的壟斷。
吃了俄烏戰爭的紅利，摘了德國軍工的桃子。在長達幾十年的時間裡，歐洲國家在採購重型裝甲時，似乎形成了一種不言而喻的政治正確，只要預算允許，首選必然是德國的豹2。這種長期的市場壟斷，在公眾心中，在許多防務專家的眼裡都是極度正確的。然而，當烏克蘭戰爭的烈火真正點燃時，擊碎了這個長期以來的認知。戰爭不僅消耗了前線的彈藥，更徹底暴露了德國國防工業基礎在冷戰後長期萎縮所帶來的弱點。坦克守防烏克蘭前線後，他們猛然發現自己面臨着巨大的防務真空，急需補充全新的主戰坦克。但此時的德國防務巨頭們，無論是負責底盤的 KMW， 還是負責炮塔和主炮的萊茵金屬，根本無法在短時間內啟動大規模的流水線。對於許多歐洲買家來說，現在向德國下訂單，等待交付的時間動輒長達5年之久。在國防安全受到威脅的當下，這種漫長的等待是致命的。就在歐洲防務供應鏈陷入休克的時候，一個挑戰者從亞洲入局了，那就是韓國的 K2 黑豹主戰坦克。韓國的現代羅特姆公司極其敏銳捕捉到了歐洲市場的產能真空，首爾方面迅速將自己定位為自由世界的新兵工廠。他們不僅拿出了性能先進的第4代坦克，更拋出了歐洲軍工企業無法提供的2大籌碼：交付速度和毫無保留的本土化技術轉讓。這場市場爭奪戰中最具代表性的一幕發生在波蘭。作為與烏克蘭直接接壤、安全壓力最為劇烈的北約前線，波蘭人出乎意料地繞過了美國和德國這2個傳統的防務老大哥，直接與韓國簽署了一項總額高達60億美元的協議。波蘭不僅首批採購了180輛 K2 坦克，更計劃在未來引進，並在本土組裝接近1000輛 K2PL 衍生型號。最令歐洲感到震撼的是，在合同簽署僅6個月後，首批韓國生產的 K2 坦克就已經跨越半個地球，穩穩地落在了波蘭的港口上。這種工業爆發力是目前的德國軍工企業不具備的。更讓豹2家族的未來蒙上陰影的是德國防務巨頭內部爆發的嚴重內耗。豹2坦克的生產一直依賴於一種複雜的合作模式 ，KMW 公司負責車體和底盤，而萊茵金屬負責制造炮塔和120主炮。但在2023年，萊茵金屬的 CEO 在接受媒體採訪時公開聲稱，萊茵金屬擁有豹2 A4 及其之前型號的核心知識產權。這一言論立刻激怒了作為主承包商的 KMW， 他們隨即向慕尼黑法院提起了侵權訴訟。在歐洲爆發大規模陸地戰爭的關鍵時刻，2家最頂尖的德國軍工巨頭竟然為了爭奪一款坦克的正統而對簿公堂。雖然雙方在開庭前幾個小時匆忙達成了庭外和解，但這場企業內戰暴露出了他們的利益裂痕。萊茵金屬之所以要爭奪豹2的話語權，是因為他們正在利用自有資金秘密研發下一代的 KF51黑豹坦克，試圖在未來的市場上徹底取代 KMW 主導的豹2升級路線。這種內耗的惡果很快顯現。意大利原本正與德國深度談判，計劃採購豹2 A8 坦克，但在2024年，羅馬方面突然做出了一個戰略大轉彎，單方面終止了談判。隨後，意大利推動其本國最大的防務企業萊昂納多與德國萊茵金屬結成戰略聯盟，共同研發和生產 KF51 EVO 坦克。意大利之所以果斷提開豹2，核心訴求只有4個字：工業主權。德國財團拒絕在豹2的生產線上給予意大利足夠的本土工作份額。而急於推銷自家新坦克的萊茵金屬則果斷讓步，向意大利承諾了相當部分的本土制造份額。這一舉動實質上已經在歐洲內部樹立了一個全新的裝甲標準體系，徹底打破了豹2統一歐洲陸軍的夢想。當競爭對手兵臨城下，而內部還在為利潤和主導權互相背刺時，豹2這款經典平台的未來正面臨着前所未有的嚴峻挑戰。儘管面臨着來自亞洲新貴的產能衝擊，歐洲防務體系內部的利益撕扯，德國的軍工系統依然展現出了深厚的武器底蘊。2023年，最新一代的豹2 A8 正式推出，這不僅僅是一次簡單的修修補補，而是自1992年以來，德國首次重新開啟生產線，為部隊提供全新制造的坦克底盤，標誌着這款冷戰時期的重型裝備正式邁入了全新數字化的新紀元。豹2 A8 專門重構了用來應對現代高致命性戰場的防禦平台。首先，其核心的升級在於防護理念的轉变，面對現代戰場上無孔不入的反坦克導彈和無人機，單純依靠增加鋼板厚度已經走入了死胡同。德國人果斷引進了以色列戰利品主動防禦系統，這套系統利用分布在車身四周的雷達進行360度全天候探測，一旦雷達鎖定來襲的導彈或火箭彈，火控計算機就會在幾毫秒內計算出彈道，並自動發射密集的爆炸攔截網，在威脅觸及坦克裝甲之前將其在空中提前摧毀。其次是底層結構的強化，豹2 A8 採用了全新一代由高硬度鋼、鎢合金和陶瓷組件融合而成的複合裝甲，並對脆弱的車體結構進行了防雷暴加固，確保即使履帶被炸斷，車內的成員也能大概率生還。在數字化領域，豹2 A8 配備了全新的輔助動力單元，這意味着坦克可以在關閉主柴油發動機、不產生巨大噪音和紅外熱信號的情況下，依然維持全車雷達和火控系統的運轉，實現靜音監聽。
而在火力輸出方面，那门威力巨大的萊茵金屬120公里 I55A1 長管滑膛炮，配合全新優化的火控系統，已經能夠完美適配新型空炮彈藥，專門用來大面積殺傷躲在戰壕裡的步兵，甚至直接在空中摧毀低空懸停的敵方無人機。憑借着這些技術指標，德國陸軍已經迫不及待地訂購了首批123輛。值得注意的是，這些最精銳的武器被配給了即將常駐立陶宛的第45裝甲旅，這是德國自二戰結束以來首次在海外實施永久性駐軍。當我們深入梳理豹二坦克的這段演變史，從冷戰時期的瘋狂立項，再到和平年代的甩賣擴張，再到如今在無人機戰爭逼迫下的進化，我們必須面對一個拷問：在新的戰場上，坦克真的過時了嗎？近2年的戰場畫面讓無數人產生了動搖。一架造價接近幾百美元、用膠帶綁着炸藥的自殺式無人機，就能從極其刁鑽的頂部角度，精準癱瘓掉一輛價值幾千萬歐元的巨獸。這種極度不對稱的成本交換比，確實打破了傳統的戰爭觀念。但坦克的本質是為步兵提供可移動的、具備極高防護力的直射火力平台。只要人類戰爭還需要佔領土地，還需要在槍林彈雨中進行地面推進，這個生態位就無可替代。幾百美元的無人機確實能摧毀坦克，但無人機永遠無法替代步兵擋住正面的機槍掃射，也無法像坦克那樣強行推平一座堅固的地堡。坦克並沒有走向消亡，它只是正在經歷一場痛苦且昂貴的轉型。豹二 A8 正是站在這場裝甲進化最前沿的探路者。好了，關於德國豹二坦克，今天就和大家聊到這裡。如果你喜歡本期視頻，別忘了點讚關注，也歡迎在評論區分享你的看法。如果你是負責採購武器的官員，你會選擇購買1輛豹二還是3輛K2呢？我是火力軍，我們下期再見。